我希望寻找到更贴近山水自然的环境，又能工作生活的地方。网络发达的时代，我们的物理空间已不再受限。我是从丽水老家进城，做了好多年的中国家具的修复和创新。是2007年开始做设计。杭州交通堵塞，然后空气不好，我的小孩那时候是2岁，太太也非常好的搬出城去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就像鸟飞累了，一定是飞往森林去的。栏目杆应该是在08年。那我想，我用环保建筑师的方式来思考空间跟人。这个工作室房子是1932年建的，它就是一个小学的阅览室。租下来的时候呢，是一个很破败的，通过我们的改造来延续它的历史。有茶，有竹子，当地的一些野的花，夜来香。走廊都是过去的，完全保留下来了。选择自然可再生、可降解、可循环的材料，减少垃圾的产生，把多余的垃圾埋在走廊下面，减少外运对环境的污染。室内呢，中间是一个客厅，比较开放的，两端呢各自会有个办公室。它是夯土的墙，屋顶是木构的，再生的竹子作为我们的装饰的屋顶，电动天窗，太阳光全部进来了，没有空调，做了很好的一个保温系统。然后冬天的时候，我们会使用壁炉来采暖，回收的木头做成了不同的桌子。台灯是我请了一个做竹子的工匠帮我打的样，我觉得很当代也很自然。日常可能会有5、6个，还有一些杭州啊、上海合作的单位会邀请他们来这里开会。自然山水里头，他们非常愿意出城。我觉得也需要有个稍微固定的房子变成我们的居处，就买了一个这边的2手房，更私人的空间。我这里有山但没水，那我就做了一个很小的水井。很多鸟，它的固定的时间、固定的群落，每天有不同的批次都来洗澡喝水。希望这个房子是比较节能的。原来是一个挑空的客厅，因为冬天特别冷，然后你需要很大的能源才能把这个房子加热。客厅变得更矮一点，我故意做了一些深颜色，等那蓄热变得更好。做了个长廊，延伸像餐厅那种移门在里头，希望是冬天可以把空间给分割开来减少能源。床洞也会做一些新的更新，有好的通风，最冷的时候光线也能照到建筑最底部。我的设计希望是很简单的材料，很容易被那个地方所接纳。我把院子呢分成2大半，一半边呢接近于那种农耕的，有樱桃，有枇杷，有农地。那另外半边呢，我就会种红枫，那些观赏类的，有杜鹃、四季菊、栀子花、桂花。同时也会留了一些空白的位置，让野生的植物进来，一边是菜地，一边是精神性的。我喜欢建筑跟人是有互动性的，走廊外面就做了一片很长的黑板墙，然后上面的画都会不断的更新。工作之外的去山野走走，它的灵感被放大，压力会变小。在哪里工作已经不限制空间了，去海边，去山区，去湖泊，数字游民的一个新的族群，开始有这样的空间会模糊他的工作、生活和度假的边界。假设以前的乡村是生活的 1.0 版本，城市是 2.0 版本，那么我们未来 3.0 生活版本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